朋友们好，我是石头。上一期的视频我们是为大家分享了从城里面买了8900多块钱的材料，准备做水磨石。实际上在做水磨石之前，我们是做了很多工作。前些天我们把整个两边厢房都做了一个水泥砂浆的硬化，相当于打了一个垫层。打好了垫层之后，我们又在上面用大理石条画出了很多格子。等这些格子全部固定了之后，才开始买这些材料。然后呢，要在上面铺上一层白颜色的水泥，放上还有白颜色的沙子、黑颜色的沙子，这样子来做水磨石。那这个水磨石在很多地方是看不到的，究竟怎么做的呢？大家随着石头的镜头，我就带你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还比较好，我们把镶好的板子拿出来晾晒一下，该沿的位置也要全部清理出来，然后要装模，就可以开始做水磨石的。相当于我们整个该沿加上两边的厢房都是水磨石的地面。现在已经弹好了墨线。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厚度大概有4公分左右，和两边厢房是同一个水平线。当然，该沿的位置我们要做一个适当的调整，也就是里面要高一点点，外面稍微低一点点。这样子，如果该沿有积水的话，它会顺着流出来。每一个地方都有很多细节。同样，这个位置也是先打好水平，然后再弹墨线。这些模板之前都是我们装模院板的时候切割下来的，已经反复的利用好几次了。大家可以仔细看那根墨线，做好了之后，就是我们整个该沿的高度了。还记得我们改造河东的那栋房子吧？我记得门槛是挺高的，最开始我们刚刚去的时候应该有60多公分。实际上我们乡下这个建木房子门槛都挺高的，现在我们这栋房子建好了之后，整个门槛大概也只有40来公分左右，而且我们整个堂屋和两边的房间都是相同的高度。开始和这些砂浆了，实际上和我们平时和的砂浆是一样的，只是水泥的颜色是白色的，看起来很像石灰。2包沙子配1包水泥，这样的一个比例。我们整个水磨石做好了之后，基本上是白颜色的。每一袋水泥有50斤重，石子的话也是50斤重。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水泥是白色的，石子也是白颜色的。Our hearts beat to the city streets. We began to feel the fire. We rise like tall buildings as the chemicals they take us higher.
as she puts her hand in mine. We wanna chase the night, wanna dance to the light, pull the stars from the sky, just two hearts running wild. Never sleep, never stop, as we shout from the top. We're gonna be two hearts running wild. Now the morning is the afternoon, we lay awake in bed. 哪知道我们上午装好模板之后，中午大概1点多钟，这些材料才送过来。吃过中饭之后，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了。这边的水磨石大概只打好了一半左右，整个该园有30多个平方，大概只打了15个平方左右。这是昨天打好的水磨石，白色的水泥加上小石子，其他没有掺杂任何的东西了，硬度还不是那么好，所以今天上午木匠师傅做工的话是垫了一些模板。现在要开始做这个外墙的撑方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水磨石，这样子打好了之后，最起码要15天以后才能够开始打磨。现在看起来颜色很白，因为都是白颜色的水泥嘛。15天之后，把这层水泥全部磨走了之后，看到的就是石头。那个时候颜色要淡一些，我们还放了一些黑色的沙子，到时候应该是黑白这样的一个搭配吧，白色为主，黑色是点缀。整个该岩的位置打了将近4公分的厚度。别看这一点点的面积，大概也就10多个平方吧。所用到的材料，水泥和石子大概有35包左右，用到的材料还是很多的。出岩的外面我们是用模板来装的，这些模板也只有等到水磨石打磨好了之后才能够拆了，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整个该岩只能保持这个样子了。房间里面到时候也差不多，今天要全部打好水磨石的基础，多加了几个师傅，但是今天的天气不太好啊，下雨了。本来昨天中午的时候看起来是开太阳了，我还以为今天会开太阳，哪知道今天又下起了雨。天气预报说要降温了，我们这边最低的温度到冬天基本上是0度以上，0度以下的天气还是比较少见的。每年都会结冰下雪，大概会持续4、5天的时间吧。但是08年是很特殊的一年，大概冰冻的天气有1个多月左右，那时候记得出门车子都走不了，基本上物资啊各方面都很紧缺。那一年全国各地也差不多吧，大家应该还记忆犹新吧。下了雨之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山里面的天气就是这样子，云里雾里，感觉还是挺美的吧。但是冬天的这些树啊，还有一些植被啊，都花黄了，所以说我感觉还是春天可能更好看一些，充满了生机吧。我记得有粉丝朋友说，期待我们这个栏杆做好了之后的样子。他说，用白颜色的漆来涂这个发屏柱应该比较好看，
确实啊，和我想的是一样的。但是估计在年前他做不好了，因为我们要把房子里面的装修全部做完。如果有时间，那肯定要把栏杆一起做了。但是先把主要的工作先做好吧，这些细节的问题可能会留到明年去了。我们这边还有个说法，腊月不搬家，所以我们要趁着大概在这个冬月份，搬进新房子里面，最起码仪式感要做到，对不对啊？所以说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是基本上加班加点吧，把这些工作给做完。木匠师傅呢也赶紧把我们这个木房子，就是说，外面的墙板给装好，不至于那么漏风吧，要不然真的冬天没有墙板真的挺冷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就在这个角度拍了一个延时，那天天气比较好，晴空万里，云还走得比较快，有细心的朋友就看到了背后的山峰挺有特点的，现在刚刚被雾笼罩了。大家看一下，就在镜头的前方，在我们当地叫做一公一母的山峰，其中有个山峰，它的顶部是有一块大石头，大概凸起有10多米高，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对不对？真的挺有特点的。可惜今天的天气不好啊，山里面这样子云雾缭绕的，下了雨之后又特别的冷，所以今天木房子里面装不了墙板。2个木匠师傅继续改这些木板的料来做方子。很多人都说今年可能是个暖冬，到了这个天气还不算太冷啊。以前像大概这个月份，我们这边已经下了第一场雪，但是今年还没看到雪啊。底下是邻居家养的鸭子，都是散养的，肉质是比较好的。基本上我们这边还是有个习惯吧，每家每户都养鸡养鸭，当然现在养猪的还是比较少了。稻田是自己种的，菜是在地里面种的，所以吃的东西还是绿色无公害，品质还是挺不错的。这也是我喜欢回到农村的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吧。我觉得，回到农村吃的东西，感觉胃口都好多了。朋友们啊，我们这个水磨石大概需要做2到3天的时间，因为这几天人员比较少，到了冬天你们也知道，酒席比较多，经常师傅们都要回到村子里面去帮忙，所以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了。那整个该岩做好半边的水磨石之后，我们看了一下，整体的颜色是比较白的，我就比较担心以后打磨好会不会还这么白呢？如果太白的话，和整个木房子我觉得也不是特别的搭配吧。期待15天之后打磨出来的效果。好了，朋友们，这期的视频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我是石头，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点个关注，下期视频再见，拜拜。